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方面面面，我是王飞。你别看美国啊，对中国啊，他使尽了一切办法来折腾中国，没想到美国政府现在内乱，其实也不轻啊。最新的消息是，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了弹劾拜登的这么一个法案，同时拜登的儿子呢又认罪了。可以说啊，拜登呢是内外交困，但即使这样，特朗普还不满意了。这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们就拜登他自己内外交困这个话题，请教一下羽田先生，看他怎么来观察这个问题的。这个拜登跟特朗普之间啊，这个互相斗的是非常的精彩。前段时间不是司法部对特朗普进行起诉嘛？就因为他那个带了机密文件回家，说最长有可能判特朗普100年，啊。实际那个目的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为了阻止特朗普明年参加总统选举。可是呢，这个共和党方面啊，也是不敢罢休的，因为啊，拜登啊也不是说这个屁股上都很干净，尤其是他那个儿子叫亨特·拜登，那个也是个著名的花花公子。就在几年前呢，那个亨特·拜登的这个电脑啊，就跟当年那个陈冠希似的拿去送修，结果呢，一不小心啊，在电脑上大家就扒出了一堆的这个爆料的这个照片和各种各样的这个文件，其中包括大量的，包括像那个亨特他去那个招妓，是吧？然后吸毒、非法持枪，还有包括他那个跟乌克兰这个叫通乌啊等等，还有一些模糊的照片指向了拜登自己。这些照片一出来之后呢，全世界的人民呢都开始就吃瓜，这个毕竟总统的瓜不是一般人能吃得到的。前几天呢，拜登的儿子终于认罪了，但是他认的罪啊，只有这么几项，一个就是非法持枪，一个是吸毒，另外一个呢就是涉及到一些避税的问题。这3项罪名他认了，然后如果按照联邦的法律呢，可能啊会判20年。不过呢，可能呢联邦法院呢会给他一个2年的缓期，这2年缓期内如果没有出问题的话呢，可能呢就不会让他进监狱。可以说这个事情啊对拜登的打击呢还是蛮大的。不过啊，就像您说的，特朗普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明显这是避重就轻啊，最重的一个指控就是拜登通乌，什么意思呢？就说拜登的儿子啊，就是跟乌克兰天然气公司的那几个老总啊，他们有来往，而且收了他们大量的钱，甚至呢，这拜登的儿子啊，还拉着这几个老总呢，跟这个拜登见了面，他们之间到底谈了什么呢？现在不知道。不过啊，看现在拜登对乌克兰的支持程度呢，说不定啊，拜登腰包里也不少装了钱。所以这个如果通乌这个罪名如果成立的话，那个拜登总统啊这个立场啊就有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弹劾。这也是目前这个众议院通过了对拜登的这个弹劾案的一个原因。此外呢，拜登的电脑上呢还搜出了一个证据，那就是拜登的儿子啊向我们中国的商人啊就是索贿。流出来的图片呢就显示呢，就是拜登的儿子就说啊，我就是坐在这儿，旁边是我爸啊，然后呢就是那个你呢限时在今天晚上把那个钱呢给我弄过来。而他通话的对象呢就是中国某基金会的一个董事长，赵姓的董事长，所以啊，拜登索贿这个事儿呢，如果也实锤的话，那跟中国的这个商人，甚至呢还有通中的嫌疑。拜登现在不是在打压中国吗？结果一边打压一边通中，那好嘛，那拜登这下暴露了。那当然，特朗普不满意了。你这个罪行比我还严重，凭什么你要判我100年？你判的应该更重嘛？对，当年民主党用通俄的罪名把特朗普给整得够呛，现在拜登是又通乌又通中，那这个拜登下一次选举啊，估计也有麻烦了。只不过是美国啊内斗里面呢，有一些呢可能呢未必是真的，但是有一些肯定是真的。这也反映了其实美国这些政客啊，他们其实在私下是非常污的，并不是像他们在台上冠冕堂皇的讲自己有多高尚有多高大，其实他们手也是非常黑的。当然了，他们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私下的污的那一面，所以呢他们在政治上呢要发挥出更大的能量来掩盖他们的罪行。大家对这个一定要看得明明白白。好，这个话题呢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方方面面面，下一期再见。